天正10年6月2日本能寺之变，你懂的。今年的大河剧怎么办家康的剧情，竟然采用了家康也想要暗杀织田信长的假说，有点意外。那既然如此，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被很多粉丝催促过的本能寺之变德川家康阴谋说。它的简单更概是说，本能寺之变中殒命的织田信长其实是把德川家康叫到了本能寺，本来是打算安排明智光秀在那里暗杀家康，然后光秀反过来利用这个计划，在家康抵达之前的清晨攻击本能寺，杀死信长。这种说法从以前开始就有小范围的讨论，但是称不上主流。直到近些年，随着自称明智光秀后代的明智宪三郎所写的《本能寺之变真相》系列畅销，这种说法成了一个流行的猜想。当然，我还是要说在前面，把历史学作为科学的话，必须知道科学是没有绝对的，每一种假说都有支撑和反对它的史料，而且即使是一级文献，也有被通说否认的部分。至少对我而言，整理和理解不同的记录是更大的乐趣。其次，德川家康阴谋说更接近于一种阴谋论而非假说，这两点请先理解清楚。虽然这不是商单，但是我要说，看完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之后，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虽然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明智宪三郎就是借了这个噱头发表了暴论卖书而已，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和他自称明智光秀后代的这件事相互印证，提升了一定的可信度。主要是现在基本是在维任退治记和明治军记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明智光秀和本能寺之变的通说，但是这两本本身都是丰臣秀吉的自我宣传，可信度并不足。现在有了其他来源的说法出现，当然是好事。当然，我再说一遍，个人还是倾向于他只是一个比较有水平的历史爱好者，冒充光秀的后代。明智宪三郎本人将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中的一系列验证称为历史调查，但是由家人或者后代进行的传颂，显然不能称之为历史调查。这一点，足利家嫡传就做得比这些所谓的明智家嫡传好很多。扯得有点远了，明智宪三郎在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中，便是支持德川家康暗杀说。书中的大致情节是，明智光秀一生的悲愿是复兴他所在的曾经的超级豪族土岐氏。后来他听到信长向传教士们讲述，他准备进攻中国。光秀本以为国家即将恢复和平，如果现在要同明朝作战，以他自己的年龄，可能就要死在出征中国的过程中了，也就看不到土岐氏复兴的那一天了。之后信长又命令光秀，家康在借地观光时，我会找个人少的机会把他叫到本能寺来，到时候你就把他暗杀了。光秀认为这是个带兵接近信长的好机会，就在接待家康时向他透露了这个暗杀计划。双方达成共识之后，光秀在家康到达本能寺之前发动了叛变。不过暂且不说明智光秀想要一代复兴土岐氏明智光秀的年龄不考虑进攻明朝，也未必能活到日本统一这些事情。即使没有这些物理上的限制，现在真正的土岐氏嫡传当家土岐赖义还活着呀，甚至可能还和信长是同一个老婆。最大的问题是，信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杀了家康？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中的暗杀理由是，对信长来说，与家康的同盟是对付武田的策略，现在武田已经灭亡了，家康就没有用了。再者，日后他进攻中国，家康可能会在他不在日本的期间发动反叛，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但是以前青州同盟的视频最后我也说了我的观点，信长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不是杀家康的好时机。当时信长正要组织一支大军去同毛利决战，顺势进攻长宗我部家，同时进攻两股100万担级别的力量，信长肯定是需要家康在东边抵挡上山和北条的潜在威胁。而把家康看作是织田政权威胁的这种说法，我感觉是太上帝视角了。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才会特别看待家康。其实德川家的实力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怎么样，晚年的秀吉可能会把家康看作最大的威胁，但是即使秀吉还比较强势的时期，家康也只是较大威胁中的一个，更别说本能寺之变的这个时期了。德川军和织田军之间差距还是相当大。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中还提出了侧面证明家康暗杀说的有趣脑洞，那就是织田信忠当时的情况。从我1年半之前刚创立频道时就一直在重复，一直以来中文的日本战国爱好者的讨论中，似乎过于无视了织田信忠作为织田军中一支庞大势力的事实。而且同样莫名其妙的，明智光秀也无视了织田信忠这个突然变故中的核心当事人。尽管现在的电视剧、电影中都不喜欢描绘这个过程，但是很多一手记录都显示，当天明智光秀完全忽视了织田信忠，不如说明治军根本就不知道织田信忠此时就在京都妙觉寺。打到一半，明治军才得到了织田信忠也在京都的消息，然后分兵攻打信州。
尽管织田信忠有足够的逃跑时间，但是他自己决定移动到2条寓所拢城防御，最终是被明治军击败，尸首不明。这个过程的可信度相当的高，而且织田长纪和三法师之前本身是和信忠在一起，他们2个都安然逃脱的事实，可见众多文献记录所言非虚。此外，此时还有2个人也在2条寓所避难，分别是正清廷天皇的皇长子成仁亲王，以及他的养子和仁亲王，也就是丰臣秀吉政权时期的后阳城天皇。信忠从妙觉寺来到2条寓所后，对他们2人说：“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战场，请移步到皇宫内院避难。”然后派人护送他们离开。我们知道这2个人也确实安然度过了本能寺之变。简单来说，进攻本能寺到进攻妙觉寺，再到进攻2条寓所，3件事之间似乎都有比较长的时间差。如之前的视频所提到的，信长在长筱之战后把家督传给了织田信忠，所以明治军无视了织田信忠的这个事实，一直都是明智光秀长时间策划叛乱说法的有力反驳论点之一。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你光杀信长不杀信忠，结果肯定是信忠整合织田军把你给灭了，而且还会靠着讨伐你的功绩给信忠立威，织田家的政权过渡只会更稳定。因此明智光秀知不知道织田信忠当时在京都，一直都是本能寺之变阴谋论和策划论2个论点之间的核心争论之一。加康暗杀说作为一种阴谋论，自然是倾向解释明智光秀不知道信忠的情况。在本能寺之变的2天前，5月29日，德川家康从京都移动到芥蒂观光。事实上，这次织田信忠也是和家康在一起，而且原本按照计划要一直和家康一起行动的信忠，却突然改变了计划，当天就返回到了京都，并且参加了6月1日傍晚在本能寺举行的宴会。这个原因在织田信忠5月27日写给森南丸的书信中有答案。我原本打算陪同家康先生参观完芥蒂，但是听说父亲马上要离开安土城到达京都，因此我决定放弃观光计划，去京都迎接父亲。而明智光秀的行动轨迹是，在信长命令他出征救援中国战线之后，5月17日，光秀军本队已经离开安土城，进入坂本城做准备。5月26日进入丹波龟山城休整，5月28日全军开始行动。那么即使明智光秀在织田信长的计策中有眼线，看起来也会是刚好错过了信忠改变计划的消息。在本能寺之变431年真相中的说法是，光秀并不知道信忠在妙觉寺，甚至是直到他得知了织田信忠在2条寓所和明治军作战时，才意识到了这件事。明智宪三郎在他的其他书中也是一直强调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家康在安土城接受信长招待时，和光秀2人在安土城内的一个房间密谈。那时他们策划了暗杀信长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中并没有包含织田信忠会出现在京都，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家康会在同一天在芥蒂杀死织田信忠，公开叛变。而织田信忠回到京都这件事，对于不知道本能寺之变计划的人来说，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因此之后明智光秀没能及时得到这条消息。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说法中有一个大 bug，那就是明明就有人同时知道本能寺之变的计划，也知道织田信忠返回京都，那就是当事人德川家康。既然2人已经一起策划暗杀织田信长，为什么没有告诉明智光秀这么重要的事情呢？要知道，德川家康和经商茶屋四郎次郎的关系很深，茶屋家的宅邸就在本能寺的附近，以茶屋家在京都和芥蒂之间的庞大传信网络，事已至此，豁出去的家康是绝对有条件把这个重要信息传达给明智光秀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疑点，那就是从伊贺月我们得知，家康只带了40-50名进士，而2条寓所的战斗中，信忠有500-600人的马回众，人数如此悬殊，家康要如何杀死信忠，公开叛变呢？所以我个人对安土城密谋这个说法相当的怀疑。我唯一可以想到的让事情合理化的解释是，在安土城里，光秀向家康坦白了暗杀信长的计划，家康假意同意，但是实际上选择背叛光秀，而且同时他还决定了背叛信长，因此也没有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信长。伊贺月也好，策划一揆杀死和靠秀龙也好，都是家康在本能寺之变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的事情。这样想的话，甚至不是家康告不告诉光秀信息的问题，甚至都可以认为是他怂恿织田信忠改变计划回到京都的。但是我感觉这样的剧情做成游戏应该会不错啊，广告位招租。作为现实的话，实在就太戏剧性了。话说回来，按照明智宪三郎的说法是，德川家康其实是尝试按照计划支持光秀，匆忙返回冈崎进行准备，因此在伊贺月中，大部分的地方势力都帮助家康。但是由于秀吉的中国大返还过于出乎意料，家康直接参与光秀和秀吉之间的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
最终所有人的命运都压在了三岐之战，也就是天王山之战上。尽管如此，家康还是救助了很多美浓武士，让他们也加入到德川军中，准备以支持织田军的名义向西移动军队，乘机支持明治军。但是三岐之战最后是一场一战定胜负的战役，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来自秀吉的胜利宣告和感谢状，家康也只能无奈地退回东海，然后将这些美浓武士加入加成团中徐徐待变。他这个说法就成功地把明治遗臣在德川幕府中的活跃表现给连上了，这一点最吸引我。怎么样呢？这就是当代突然有所发展的家康暗杀说。但是其实这种说法只是民间杂谈中有影响，正儿八经的支持者还是比较少，基本是肯定不如隆基黑木说。隆基黑木说好歹曾经是达到过本能寺之变阴谋论之首的位置，详细可以回看以前的这个视频。总的来说，本能寺之变确实是个有趣的历史事件，各种说法情节都很夸张，而且各种说法的支撑和反对证据也都很显眼，确实是个谜。至于其他的有趣说法，那就是你点赞订阅这个频道之后的故事了。我们下期再见。